台防务部门19号宣称，攻击型无人机近年来于实战中成为战术新选项。据台媒报道，台军方早在去年就建案并编列机密预算，以军售方式向美采购这套系统，未来将部署于台陆军特战部队与海军陆战队。台防务部门还声称，对于美方为加速对台军售的各项努力，特别表达感谢。不过，岛内舆论却并不买账。消息传出之后，便立即引发了一些岛内网友吐槽：整天感谢美国，看了就讨厌，给钱的要感谢赚钱的。对于美国再次宣布对台军售，更是有岛内网友讽刺称，又来骗钱了，什么时候交货呢？美多个对台军售项目交付延迟，尚未交付的装备总额近200亿美元。据台媒报道，台军2017年定案采购的1700枚陶2B 型反坦克导弹，不仅没有交付，甚至连1枚导弹都没有运到台湾。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17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称，年底会全数交货。台媒还配合报道称，从2024年起，包括反坦克武器、主战坦克和战斗机等在内，美国售台武器将进入交付高峰期。不过被外界质疑有灌水美化之嫌。还有台媒指出，随着武器大量交付，台当局用于军购的经费也水涨船高，每年的预算超过500亿元新台币。至今是零筹获啊，原因是什么？测评好像有点问题，是。不过现在这个测评已经过了，所以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会交易。外界注意到，这批美对台军售中，无人机系统被摆上台面，还包括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背后还是美台勾连搞所谓非对称作战的烂把戏。无人机、无人艇被视为所谓非对称作战的重要装备。早在2020年，美方就同意向台出售弹簧刀小型无人机系统。分析认为，美国将这些武器卖给台湾，除了赚钱之外，就是要让台湾人扛着这些武器去所谓重层吓阻打巷战，让台湾成为遏制大陆的代理人战场。这些卖给台湾的小武器，要的不仅是台湾人口袋里的钱，还有他们身上的命。此外，美方前段时间还大肆炒作可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和新型无人机，将台海形成无人地狱。观察指，美高官抛出这般涉台惊悚言论，不仅会引发两岸民众愤怒，也让世界进一步看清美方部分政客和军方人士祸乱台海的险恶用心。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就批评称，弹簧刀这种东西是摆在每个台湾老百姓家门口的武器。我今天数以千计的无人飞机是有可能的，1000架，因为那个弹簧刀飞机，事实上你的手就可以 K 出去了，它是非常小的，而现在武器就有。可是所谓的无人潜艇无人船舰这个部分的话，我知道的美国也还没有那么先进。军方讲的话，基本上都是他在战争中的准备嘛。那最后打不打，用不用这些武器，还是美国的这些政治领袖他们做决定。当地时间6月19号上午，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该国总理安瓦尔举行会谈。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将坚定不移加强并深化双边合作，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至更高水平。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应自主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管控矛盾分歧，促进对话合作。在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后，18号晚，国务院总理李强乘包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开始对此行的最后一站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19号上午，李强在马来西亚总理府同安瓦尔总理举行会谈。会谈前，安瓦尔在总理府前广场为李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会谈中，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即中马友好年。过去半个世纪，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马始终以心相交，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中方愿同马方更紧密对接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东海岸铁路、两国双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拓展物流、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铁路装备等领域合作。安瓦尔表示，马方珍视马中有意，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不支持任何主张台独的言行。马方愿同中方以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层级交往。
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将坚定不移加强并深化双边合作，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至更高水平。双方将持续推进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尽快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此外，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应自主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管控矛盾分歧，促进对话合作，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交换经贸、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当天下午，李强还在马来西亚国家皇宫会见了马最高元首易卜拉欣。此次李强到访马来西亚落地吉隆坡时，到机场迎接的马方代表中就有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他在今年3月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马交通领域的合作中，中方建设者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丰富经验和敬业精神，使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项目的建设受益颇丰。他们这个落实这个工程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个这么大的项目呢，他们用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你看现在，比如说，这个银顶隧道，我得到他们的报告，他们每一天铺轨的这个速度呢是1天2公里，所以长达600多公里的这个轨道呢，你可以想象它可以不到1年的时间，它铺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企业，中国技术，还有他们最重要的，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态度非常认真。第二，他们对于很多的细节都非常的谨慎，所以在他们管理的工程呢，我们也非常的放心。陆兆福透露，未来中马两国还将进一步拓展双向多城市开通直航，在充分利用互免签证带来的利好条件基础上，加强交通旅游产业的交流合作。外界注意到，面对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特别是美国引导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的局势下，马来西亚坚持以中立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希望避免卷入大国的政治博弈。美国和欧盟去年警告安瓦尔政府说，如果允许华为参与马来西亚 5G 网络的开发，马来西亚可能会面临国家安全威胁。但马政府当时仍强调，将自主做出选择，不会将华为排除在潜在合作伙伴名单之外。实际上，安瓦尔本月13号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强调，马来西亚没有所谓的中国恐惧症，也不会卷入中美的地缘政治斗争中，迫于压力选边站。As far as a country like Malaysia, we don't have that mindset of China phobia. We consider that an important neighbor, great trading partner, and we don't have problems. 此外，安瓦尔近日还对外透露，在加快本国向高科技经济转型的步伐之际，马来西亚政府不会允许有损本国独立性的单边制裁合法化，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近年来，多种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受到马来西亚消费者欢迎，许多中国高科技企业产品和服务也在马来西亚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有学者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为马来西亚及东盟国家发展提供更多合作机会。马来西亚科技创新部长郑立康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透露，当前马来西亚正在与新加坡计划共同建设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希望将其打造成为马来西亚版深圳。站在中马建交50周年的新起点上，他认为未来两国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新能源合作等方面将迎来较大机遇。因为马来西亚正值产业转型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成为高收入国、高价值的这个产业，我们要引进来。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话，肯定我们要把我们现有的劳力密集的这个产业转型成为这个科技密集的这个产业。中国来到马来西亚落地的这个企业经验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技术转移包括这个资金的当然对中国来说，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特殊之处除了是面向东南亚之外呢，马来西亚也是可以面向西方
比如说包括中东国家，所以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优势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情况。2025年，马来西亚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有分析指，届时外界目光会聚焦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谈判进展上，预计中国将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中马关系50年来呢，可以说呢，在政治上呢，双方的互信呢一直在增强，而且呢，双方在一些有矛盾和分歧的地方呢，始终能够秉持互信互利的原则呢，友好进行管控，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没有让一些矛盾复杂的问题去干扰两国关系的大的主流，双向这种经贸互动呢，实际上非常的频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